大家好，我看到大家呢写了很多问题来问我，有些问题还真的不错。就是我们年轻的孩子们在一边成长的过程中，就是容易恐慌，因为确实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本来想好的一个梦想，在接下来随时会改变。我认识几个小朋友的梦想多一半都开始改变。一开始要做歌星，过2年之后发现这歌星好像这个饭也不好吃，最后就说当电影明星吧。3年之后一直没人拍他，他自己自拍发现明星也不好做，那怎么办呢？最后选择说干脆做厨师算了。有的人改得早还好，改得晚了之后呢就吃亏了。我这个说话可能也会容易打击你。有些人想做歌星，你练一辈子也成不了歌星。比如说山羊想做歌星很难，绵羊做歌星更难，驴做歌星真不容易。虽然声音也老大，就是叫人听了不爱听。最后乌鸦姐姐也想做歌星，谁听了都烦得慌。就是你天生的声音就决定了你能不能让大家更喜欢。所以有一些行业是要经得起大众的品味，但是有些行业就不同。比如你做会计师、做律师、做牙医，或者做很多其他的工作，做美发美容，很多工作它不经得起大家来衡量你。最难做的是众人一起评价你的一个行业，就是各种星类的，就是明星、政治明星，大家都可以骂。你看美国选总统，谁都可以评论他，议论总统好、总统坏、总统长相、总统能力，人人都要议论。因为你是星，就注定了你的职业是被人议论，而且还要赢得众人对你的认可，艰难。当歌星，人人都可以说你的声音好坏，我喜欢不喜欢。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电脑程序员，就不会这么多人评论你做的好坏，别人不知道，或者不知道这是你做的。你做修房子的，住进来的人都不知道谁修的房子，他不会因众人来评论。一人难称百人心，所以你想一个人对众人的行业真难。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尽量不是不能选择，如果你不具备非常强大的实力，尽量不选。所以小朋友在选择职业上一定要考虑成年人的都是经验，这些经验不一定都是绝对的真理，有些经验已经不符合于未来，但是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所以参考一下家长，参考一下社会的这些成年人士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那你呢，在考虑自己的兴趣所在，兴趣你是不是具备这样的感觉？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对数字有感觉，那他就可能能够从事于理工科相关的，包括电脑设计财务人员财务人员找工作很好找的你可以从事这样的工作。最难的还有一个行业是商人，商人也不容易经商从摆地摊开始呢，那也是一种为了吃饭放下尊严，能够街头上铺一块报纸，开始摆出你的小商品能卖，还把它卖掉，还不能骗人，这个是很艰难的，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也是很伟大的事情。很多的今天伟大的商人就是从摆地摊开始。我为什么讲到商人这个概念？不可能每个人都变成商人，但是每个人都涉及到将自己经营好。如果说我什么都不会做，那我就推荐你做销售。销售是在所有的做事吃饭当中，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很好的职业。在销售过程之中，我们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商业的
敏锐的观察力。比如说你卖衣服，你总要研究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衣服呀。你要卖首饰，你总要去研究大家喜欢什么样的首饰呀。还有谁会成为消费者，有些人特别会看，一看这个是来买东西的，你就学会了观察力，敏锐的商业判断力，敏锐的对人的观察力，非常优秀的表达力。你卖不出去东西，你接下来晚饭没有着落了，就吃不上晚饭，怎么办？你要会销售，销售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表达能力。所以在这个商业经营之中，让一个人变得很全面。我们今天说我成为一个牙医，牙医赚钱不少，但是牙医一辈子创造的价值，在温哥华最多就是3套房子，一辈子无非创造几百万的价值而已，就是经济价值来说，给很多人洗了牙安假牙而已。那么让这个医院和你的假牙卖得更好，要靠商人来进行策划式的经营，才让很多人来选择你家的假牙，才会选择你这个牙医。商人可大可小，小到赔光了为止，大到无限，大到可以富可敌国，它是无限的发展空间。歌星只是用歌曲娱乐众生，但是一个大的商人，尤其是一个伟大的商人，他对社会的贡献还是无限的，因为你可以经营、经销和传递你想传递的任何讯息，所以商还是无限的。最重要的是对人的综合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锻炼是无限的。小商人从摆地摊开始，可能可以糊口，就是可以赚来钱，让自己能吃饱肚子，这是最低的。那这样的人可以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总会将利益加到你的商品上来养家糊口，而且什么人都可以从事它。读书好的、读书不好的都可以，腿不会走路也可以卖东西啊。所以很多的职业是对你本身的各种个人的条件是有要求的，可是商人对个人条件没有要求，它也是无限的。你只要能有一点点表达能力就可以，就是很简单的。但是他学到的东西是无限的，他创造的社会效益是无限的。好，我这个就讲这个一部分啊。那么在这一次很多小朋友提问的时候，有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问我说，我觉得这个梦想是有了，但是我觉得坚持它很艰难，很难坚持，所以我还总光想改了梦想。有一个人跟我说我想做医生，他后来仔细给同学间打听，甚至还问了他的家庭医生，他说太难了，我能不能换一个呀？那也可以。那我提醒一下小朋友，梦想过程之中，我们必然要遇到的，而且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坚持。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就是实现梦想的人。比如说我们煮米饭、蒸馒头、烤面包，它的时间通常都是在30分钟以内就弄好了，但是人生做事需要更久的时间，才可能学到一门技术。学到一门技术并不代表成功啊，那只是说你具有了这个制作的能力，但是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所以坚持下来是最重要的。我在小时候修八卦内功，我一个人，一个小青年小孩子围着个树，像个猴子一样做这个动作。其实很多和同龄孩子一见就笑，这人精神病。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有耻辱感，但是没关系。其实我也觉得有点难堪，但是我还是坚持。
你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能够战胜这种耻辱感，能够坚持的往前走，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有小朋友问说，我坚持我的梦想，如果实现不了，那又怎么办呢？我们比如说学医来说，如果今天你这个学医，我们说学医需要13年嘛，如果你学到第10年，那你放弃不可惜吗？那你为什么不坚持呢？如果需要13年学医才能成功的话，那么如果你只坚持了3年，你放弃也可惜。但是有不可惜的地方是，你开始对于生物、对于人体、对于疾病又多了很多常人不懂的那份了解。所以你每学1天都是在增长着自己的知识，就是没有变成医生，但是你也获得了与此相关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不能直接用于医生的这个行业，但是也能够帮人，也能找到与此相关的工作。作为宏观的大医疗行业，不是都做医生所以有的人就进入了制药厂，研究药剂学、药理学，还有的人是专门卖药。在很多国家，卖药的药铺里头会有一种叫药剂师，你本身你懂得医药的人，你才能卖药给人，不可以乱给的。还有医疗器械制造，医院里头还有专门做什么 B 超中文叫核磁共振扫描，所以还有这些器械的操作、身体检查血液试验检查。所以医疗行业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科技行业。所以当我们学了与此相关的知识之后，也都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与医学相关的工作。无论你多么聪明，你没有坚持梦想，就绝对谈不上成功了。坚持梦想，坚持到底才能保证成功你能成功了你的愿望、你的梦想，你的人生就觉得很幸福，很有成就感觉。那么有一个故事，是我在中国的一个弟子，那这个人是一个很杰出的科学家，他是中国的一个种植葡萄的科学家。今天在中国吃到的葡萄，我想有很大的部分都是他研究出来的那种品种。那么他的研究的品种主要在中国的山东地区左右。他有2种葡萄，一种就是我们吃的水果葡萄，还有一种呢是酿酒的葡萄，做葡萄酒的。那么他这2种葡萄都会做，都会种植，所以他教很多贫穷的农民来种植葡萄，种完之后他就收购，卖给酒厂，卖给市场。他那时候已经非常的富有了，所以他是一个很超级的葡萄科学家。那么有一年呢，中国有一个省叫海南省，那么山东省是在靠北方，比较寒冷的地方，冬天会下雪，很冷。那海南岛呢是很热的地方，海南岛的纬度和香港差不多，所以冬天都比较热。热带地区从自然的环境来说是不长葡萄的。那么他参观这个省之后呢，这个海南省的省长就询问他，你既是这样的很著名的种植葡萄的科学家，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海南省来种葡萄啊？我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给你一些地，你来种。这个人很善良，他跟我们学习禅修很善良，就是好的土地不要，说好吧，你随便给我弄块农民不要的地，山地不能种植的，好吧，他要一块这样的地。但是这个地上有很多大石头，为什么农民不要呢？没办法种植植物庄稼，可是全是大石头，葡萄都没法种，所以他就叫山东省的70多位男徒弟清理土地，其中只有1位女徒弟，因为是体力活，所以有的人徒弟来帮忙3个月、6个月、1年都慢慢都离开了。2年以后，他的男徒弟全跑掉了，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女徒弟还给累病了。他坚持到
2年。这个师父就觉得这样的徒弟是最忠诚的徒弟。这样吧，这些在海南省开发的这些土地，这个股份我给你35%，每一年给他分的钱1000万，给这女徒弟每一年分的钱，而且变成徒弟了，天天就会长葡萄，而且每个季节需要往外卖葡萄，每天都会有葡萄往外卖出去，都是最新鲜的。现在海南省的当地的葡萄都是他们种的，现在的收获就更高了，我估计每一年都超过5000万，就这位女徒弟每一年的收入。他们越种的地越大，可能现在上亿每一年，非常巨富。你看，干了1年的跑掉了，1分钱拿不到；干了1年半的跑掉了，还是没有收获；干到2年之后的，现在每一年的收入超过5000万到1个亿。所以坚持最重要。还有坚持你的梦想的时候，不要完全用经济的目的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要为一个更加正确的、更加善良的一个道义、一份情义、一份责任去做事情。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之中，坚持是最重要的。还有大家现在很多人都在用 iPhone， 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对这个 iPhone 公司的前 CEO 那个 Jobs 现在已经去世了，应该对他的故事有点了解嘛，都有书了，在网上都能查到他很多的故事。我们今天用的 iPhone 手机好用，是于他对它的质量的要求，那种非常刻意的、最高度的、最严格的要求有着必然的关系。他说做我就要做到最好。这种对梦想、对质量的要求，使得每一个这个 iPhone 手机的用户用到得心应手，用到心里头是舒服和享受的。所以无论作为一个企业的一个管理人刻意对他企业的要求，这就是他的梦想的追求。而一个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的刻意的追求，他才能成为一个最杰出的一位大师，一个梦想家。那我在成长的过程之中，我没办法讲别人的故事，就是你的心里的感受，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感受的。但是我在我小时候，我对功夫的修行之中，我觉得我得到最大的益处，不是健康，而是耐力，也就是忍耐力。师父训练我，一个有耐力的人，要等待着尘土落满你的身体，你才可以动，要战胜你生理上的一切的变化，战胜你身体上、心理上一切的可能性。我给你设定的不动就是不动，所以喝2大壶水我就坐在那坐1天，我也不动，我也不去厕所，憋一会儿就过去，没有感觉了。当然我并不是要求孩子们都去憋小便憋尿但是我的训练过程之中，师父是这样提醒我的，要忍耐人不能忍的，要学会这种忍耐力。青藏高原非常冷，冬天很冷，零下20多度，我穿的衣服少了，我要坚持冷我就不是告诉你们，我要坚持。所以形成的习惯，我做的那个8小时，我一丝不动，我连眼珠都不动，甚至呼吸都慢慢的慢下来，我就是不动，我就要战胜自己。所以人的一生挑战的就是自己，耐力的训练。这种耐力，这种学习的过程之后，我得到的就是坚持自己的梦想，我绝不改变，我就用生命去修行，我用生命去完成我的梦想。所以这种忍耐的感觉，我不是以忍耐说我要承受这种苦，不是在苦中找到那种快乐。做到腿痛嘛，痛我还快乐着，痛好痛啊，但是很快乐。我要故意转变我的精神意识，以苦为乐，但是不是乐而不苦，
我不去做了，不是，我要坚持我要做的。我要坚持刻大礼拜的时候，一天1080，少一个都不会去做。可是我记性不好，数数忘了。可是刻了300多个，我忘了数了，忘了数从头再来，从头数，忘了就算不算了。所以要坚持，坚持。这种坚持过之后，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耐力还是很不错的。和你们比，我算是没有耐力的，但是和我小时候比，我觉得我的耐力提升了100倍、1000倍。在走八卦内功的时候，手在那里举2个小时，我一丝不去换它，不动它，有多么痛苦呢？你们甚至一只手就总在换，总在换。我2个小时下来之后，我手里拿块石头和砖头，我的身体都在颤抖，我就是不放下。我要逼死自己，我就是不放弃。所以才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心，成了一种习惯。没有事的时候，平静的时候，我还能去动，但是越乱的时候我越静。电影院声音那么好，我能在里面睡觉。我要在乱中取静，就是耐力，最后变成一种定力。耐力是一份对梦想的坚持，定力是一种信仰，坚定自己的精神的目标，绝不改变。耐力很伟大，但是远远不如定力那么辉煌。形成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就是我说话就有信用的，我说到就做到，我要做就做完善，做完整它也有一个正确的结果，也就是言而有信的人，形成一种习惯。未来因为大家还年轻你现在正是在形成自己的个性和习惯的时候，就形成是言而有信，言出必行，行必有效，就是必须要有效果，你才会成为一个有所成就的人。你会成为一个古代称为叫君子，君子就是高尚的人。如果言而无信呢，既是小人就是骗子。我给你20块钱，说了不给，我给你送一套衣服，不给，等等的，光这样说话形成习惯，就是什么呢？骗子。所以不轻易许愿，许愿必须去执行，所以不轻易许愿，所以形成言而有信的行为习惯。言而有信的实现的过程之中，就是我说到必须去做，做到产生好结果，这个过程有很多时候是很艰苦的，但是虽然艰苦，我一直在坚持把它做完它。形成这样的习惯，你就不怕困难了。所以一定要学会这样的坚持，那就是耐力。就是一件小事做起。你今天你要做的健身的这个计划你做了吗？你自己给自己许的愿，比如说我要踢腿多少下，跑步10分钟，仰卧起坐、俯卧撑多少下，你做了吗？要去做呀。你的减肥计划你已经计划好了，你去实施了吗？所以言出必行，才能实现目标。如果这些你听不进去，你不去做，很可惜的是你听了我的课你都没有做，我觉得很可惜。我就听了我的课的人，就是你本来就是一颗星星，我只是把你的尘土擦掉，会让你的美丽的光彩释放出来，找回真正那一个非凡的自己。每个今天大家听到的所有的大富人，所有的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好的医生，都是从我们这个样子开始的，就是他们开始有一个梦想，开始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而已。有时候呢，说我不能坚持了，因为我这个朋友不好了，我妈妈骂我了，甚至老师对我不好了，就等等外在的事情发生了，让我们烦恼。我提醒你，你实现的是自己的梦想，不是你妈的梦想，不是你爸的梦想，不是你老师的梦想，这些都是在考验你。他们都可以放弃你，
也都可以打击你，但是你是怎么面对的呢？我的答案就是，无论外在的世界多么变化，你的梦想不变，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取得胜利。比如说你在练书法也好，你在练吹奏的乐器也好，我这个时候我练1个小时，就是苦苦练1个小时，形成一种习惯。所以你不一定成为书法家，也不一定成为音乐家，但是成为一个说到就做到的一个好习惯，也许将来成就的比一个音乐家，比一个书法家更加辉煌的人生。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平白无故就能赚到钱。我相信他是用他的聪明智慧和勤劳所以想能赚钱的人，第一是有一个真正做事的一个梦想。那么第二个呢，我说的最严重的问题，你能否坚持你的梦想去学习去创造。第三个，勤快。我们中国人的古语说叫业精于勤，就是凡是任何的事业就是有好的事业都是来自于我们很勤奋的，就是你勤嘛。说如果今天放假我就睡到中午12点，你只能活在梦里，但是不能实现梦想。这一放假我就睡到12点，偶尔可以，但总是这个样子的，梦想不能实现，只能学会做梦。但是当到了父母亲一旦离你早早的就去世了之后，你就会流浪街头，成为乞丐。这个严肃的问题马上就发生了。今天你把它当作笑话，明天你就是哭泣，明天你就笑不出来了。流浪街头，我给你们讲与我们禅堂相关的一个故事。就在禅堂后面某一个角落，有一辆破旧的汽车里头，有个青年人白天晚上都住在里头。但是他父亲曾经是富豪，他父亲是富人，有一天死了之后那个财产不知道去了哪里，也没有了财产了。他呢之前读书也不好好读，反正爸爸有钱，只要没钱就伸手就好了，逼迫爸爸。等爸爸一死，钱不知道去哪里了，没有钱了，他就靠流浪生活，因为他的懒惰成了习惯，他不开口求人也成了习惯，他从不去做事也成了习惯，宁可在这里冻饿而死。他父亲的老朋友偶尔拿一点吃的给他，一看到他给他拿吃的，那些父亲的老朋友都眼含热泪。父亲在，因为他需要钱就伸手就有了，实在不行哭闹一场就有了。父亲一死，钱也没了，马上他整个支撑他的东西没有了。请记住精神和经济是支撑你生命的最重要的那个梁柱。如果这个没有了，你无论多么高的境界，马上就会精神颓废掉。所以今天的你只是说我就贪玩，我贪游戏，我贪吹牛会说话，但从不去做一件与成功相关的任何一件事情，你马上面临的就是倒霉，明天就没有饭吃。所以我的师父告诉我，永远要学会要有一技傍身，就是有一种能力我要学会它。很多还是年轻人，我可以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今天你的父亲突然间没有了，你怎么样活下去？你要做这么一个叫做风险的准备。我说一技傍身是指什么意思呢？你有一个能力吗？能用来谋生的。换个角度说，能为别人提供一些帮助和服务的。我们假设说，你们家那个电脑坏了，通常都会找青年人来帮我看一看，是不是有些叔叔阿姨这个级别的都是来帮我看看。
我这个电脑怎么打不开了？怎么我不会去来把它打印出来呀？我不会。我怎么样用电脑跟我儿子通话呢？很多的这些事情都是长辈来问我们。如果你会的话，很简单，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知识就是这样，你会他不会，就有了，也叫做服务费用，经济就开始产生，钞票就开始流动。所以你学过电脑的设计，那不就是因为你学过吗？那公司呢要创作很多的这个电脑相关的东西，他要请很多这个电脑工程师来做，来实现这个公司的目的，你就被聘请了。还有律师，律师不就是因为他读这个法律的东西读得多吗？他天生不是个律师，他天生和你一样什么都不会，经过认真的学习，他的梦想就是做律师，我要拿到律师的执照，所以他在这方面做了研究很多的这个法律的这些典籍，他懂得这个概念，我们就要花钱给人家，是吧？律师收费是论时间的，对不对？每个国家的律师，不同的律师收费标准不同，有些律师你给他谈一次普通的事务咨询一下，100-200块钱1个小时，很正常。那你算呢？比如1小时100，一天8个小时，他就收入800。光见面普通的见面咨询，如果接一个大的案子呢，你的经济的案子超过上亿，这个时候他接你的案子给人打官司，他的收入不是1小时100块钱了，可能1小时1000到2000。那一个人学一个电脑工程师，你1年才赚多少钱？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读医生，除了治病救人之外，读律师、读高级会计师、读高级的设计师，很多高科技技术都是这样，都不得了的。我记得美国有一个商业天才，电动汽车的老板 Musk， 完全是活在自己的创造的世界里头。你看他弄的电动车又很成功，他拿这个赚了钱之后又研究火箭，他那个飞上去放了个东西之后又回来，还落在原地，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这样你的成本就降低了呀。比如送这一次，比如花500万，你过去呢整个造这一个就8000万，该送完就送一封信，上完了之后崩爆掉了，8000万没了。但是我总是能回收的话呢，我最多花了100万，就成本大大降低了。如果是人拉着人上去呢，也让人能够平安的回来。他还研究很多技术，这都不是这个梦想吗？就是梦想，这个科学的梦想，而且他现在的梦想经过他的研究和努力是可以实现的。所以创造力使人变得更精彩，使人生变得更有意思啊！当然说不光是为了钱呢，你就是在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而创造实用了之后呢，它就变成了社会的公共的效益和超越你想象的经济价值就产生了。我们青年人都喜欢看的有什么 Harry Potter， 你看那个书的那个故事的作家，你们自己上网查，他现在有多少钱？每拍一部最少给他1亿块钱，他可以不卖，因为大家都喜欢他这个编的故事。这个故事里他那么飞来飞去的都是他编出来的，还是一位女士，是一位母亲给孩子编故事，最后编了故事全记下来，最后变成一个系列了，没想到就赚了钱了。那么这样的人，他在读书的时候他是哪一类的人呢？他是喜欢读故事和写故事的人。要想故事写得好，书读的要多，尤其是故事性的书要读得多，他才变成会写故事。所以很多想象的东西，你要去能够有胆量去实现它。我们今天在座的小朋友，每一个人看样子貌不惊人，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上天派来的，上天制造的一个特殊的精灵，每个人都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梦想，那梦想是什么呢？人的第一个梦想，谋生的技能，谋生的那个职业。对，永远记住要有一技傍身，就是有一种能力，因为能给别人提供帮助和服务，
那你呢，得到的是什么呢？回报的是有饭吃，饿不死。这是第一个最最重要的有梦想的原因。如果没有梦想，什么都不学，关键学的时候很无聊，遇到一点打击马上就会改变了，就会放弃，是这个原因呢。所以有梦想你才能坚持下去啊。我今天不跟你们讲的是什么佛学普度众生，大家还有很大的距离，很大的距离。你养自己都很困难，怎么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要是给社会提供更多的帮助的人，你一定要有更广博的知识，更优秀的品质和习惯才可以。所以这些优秀的品质，我们只要学到手开始做，我们会发现1个月之后，发现自己的生活的环境开始改变了，我们的信心就开始有了，因为我们开始具有了一定的能力。当有了能力，人就变得光彩了，就有魅力了。很多人被人喜欢，不是因为长得特别好看是因为他的能力，能力产生魅力。好，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